吴先生您好，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在2015年就跟我老婆认识了，关系也特别好，双方的父母亲交流之后结了婚，这是我们的结婚照，也摆了酒席。然后但是在结了婚之后，结果我老婆就觉得我变了，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的关心她，觉得我没有那么以前的理解她，所以说这样搞得她就经常跟我吵架，然后最后也吵到我们双方的父母亲那边去了，然后所以说这样就搞得我的压力很大，所以说我就今天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组，希望你们能帮帮我。这是一个婚姻当中的求助者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吴先生，32岁，来自湖北，个体；女嘉宾徐女士，31岁，同样来自湖北，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几个月了？7个月左右。7个月左右，咱们坐着凳子聊好不好？坐下来聊，来拿一张凳子好不好？7个月了都，这应该是心情很好的时候呀。那怎么了？就是自从怀了孕之后啊，然后就搞得我的压力也特别大了，因为毕竟要面对房贷，也要以后马上是3个家庭的。人家压力大，你压力大什么呀？他在背后每天就是嫌我没有对他以前那么好，然后也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他，所以说就经常跟我吵架。吵架就搞得我工作都没有心情，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。他跟你吵什么呀？你工作没心情？比如说他的生日，那天我没有跟他做任何准备，没有陪他过，他就在家里吵得不开交，说连他爸爸都跟他发红包了，我连一个问候都没有。那天是什么情况呢？因为那天是我堂弟刚好结婚的大喜事。因为我那个堂弟结婚的这个喜事全部都由我来安排，由我来安排客人，并且还要准备第2天的这个娶亲的这个仪式等等之类的，所以说我那天也忙得特别晚，所以说那天我就没有跟他来得及发信息，并且我在这个结婚之前我也跟他说过，我说这次刚好你的生日这么巧，跟堂弟的这个结婚的日子弄在一起去了，我说后期我们再跟你补这个生日。但是他就不理解，就在家里吵啊闹啊，结果我说你完全都不顾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局，反正就是现在怀孕了之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没怀孕的时候感觉就不找这些茬。那肯定不一样嘛。他对你好吗？以前还可以，但是结婚以后就没有结婚之前对我那么的关心和照顾了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是在2015年认识的啊，就当时因为我是他的顾客，当时就经常在他的手上买一些产品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今天。对，你们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都和谐吗？都满意对方吗？彼此？有满意的地方，也有不满意的地方。那肯定是嘛，生活不会十全十美。你还有什么压力啊？这不是挺好吗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就是关于这个赚钱的事情。赚钱怎么了？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。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然后就是后来结了婚之后，肯定面临的是2个家庭的事情，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也面临的还房贷啊等等一些事情，包括未来，比如说我们生了小孩之后，我们也会面临的是3口之家，并且他们家的就他一个，他的爸妈我以后也要去照顾，所以说双方的父母亲就会经常跟我说，你马上要有3口之家的一个家庭了，以前你们2个人是一起赚钱，现在是一个人赚钱。他究竟上没上班？我说现在他上不上班都没关系，但是就是说偶尔就会在我的这个嘴里面怀着这种压力，我就会说，你要不去上个班呢？其实也没说什么，但是他就不开心了，他就觉得我嫌他赚钱赚的比较少。毕竟我现在也是怀孕了，也不是说我故意不去上班，或是故意不做事，其实也不是这样。这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其实我后来我就是也是为了他的身体好，因为我在武汉认识的做生意的朋友特别多，他们有时候也问我说，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做一些文职方面的人员，是不是啊？刚好我就想到我的老婆了，因为我就担心她天天宅在家里，然后产生这个怀孕期的一个抑郁症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家附近上班，
也不是很远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天散散步，走过去，然后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，是不是啊？对这个小孩也有好处。结果我就让他去在这个朋友的公司去做了些文职，并且也不需要他很固定的去上班，然后他现在也在那边上班的。那不挺好吗？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他觉得他赚这个钱，还是觉得我把这个事情呢一直放在他的心里，不放。你有觉得吗？我也没听出你们俩到底怎么了，这不都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哪个家庭不这样呢？但是他一有什么事就喜欢说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毕竟怀孕了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受刺激。我也是为了孩子好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天天说我。说我就心里很烦躁。他喜欢说你是吧？对啊。你觉得现在老训斥你是吧？你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比如说有一次他去买衣服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他就突然跟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老公啊，我现在看中了一件很好的衣服，你要不过来帮我买一下？其实我当时就立马的火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正在跟一个客户在交流一些业务上的事情，结果当时我就一句话就丢出去了，我说你要买，我的银行卡在你的手上，密码都在你的手上，你就自己觉得好就去买。其实我当时心里是不想他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马上他的肚子就会越来越大，那个衣服也穿不得。不是买没买呀？结果还是没有买。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其实我这样去做也是为了整个家庭，也不是为了我个人。不是已经过了吗？已经解决了吗？不是已经不吵了吗？但是后来也有很多事情，他就是一直找那找这。以前没怀孕的时候，感觉就没什么事，也能更加理解我。自从怀孕了之后，我整个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以前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压力要比较大。我也不喜欢天天吵去吵来，影响我的工作。我这么理解对不对？就是自从你妻子怀孕之后，你觉得她老找你的事儿。对啊，你是觉得结婚之后她就变了是吧？对你不那么好了。能举2个例子吗？就说让我觉得很严重的2件事吧。第一件就是他偷看我的手机，就是有一次在家里嘛，就是我把手机无意中放在床上上洗手间去了，他当时就看我的手机，就是因为异性跟我发一些短信啊，他当时就很生气，就跟我吵起来了。那个是我以前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同学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因为我觉得手机是有关于一个人的隐私，我说你要看你就跟我说声看，你不要说随便偷看我的手机，这也不就是对一个人不信任吗？是不是？这一件事，还有后面一件事是让我最气愤，而且让我更生气的一件事，就是那一次在堂姐家吃饭嘛。堂姐家吃饭，其实当时的话，他把小孩接到堂姐家去了，就是弟弟家的小孩。就接到他们家去了，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，我后来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就是说小孩子出去玩去了，因为小孩子蛮小，就跑到大路上，他要去买玩具去了。后来他办完事情回来了，就冲着我发脾气，就说小孩子怎么不在家里啊，怕他出什么危险嘛。好，这次就过了。后来他回来没有找到小孩，他又把我训了一顿。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影响真的很大，因为他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。没听懂，你去堂姐家吃饭，弟弟家的孩子被他带到了堂姐家，谁带的呀？他带的。你带的？你去晚了，孩子出去玩了。我是后来去的，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。你不知道孩子在堂姐家？然后他回来训你，问你孩子去哪儿了？对，他就去找孩子，因为他当时就说没有看到孩子。这个事儿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因为他当时在众人面前不给我任何的面子。就说他在外面不管做的对与错，我从来不会这样去说，什么严重的话我都不会说。等于他当众呵斥你是吧？对啊，他当时还摔筷子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都没有用这种语气对过我。你们俩当初是怎么结的婚的？我特好奇。他当时不是这样的呀。好吧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天来这儿要干嘛？今天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现在很困惑。也不知道困惑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于很多事情跟他之间怎么样去处理。面对啥不都过了吗？不就面对完了吗？但是这些事情，我觉得只是开始。我担心对我，比如说后期他又会找出这些东西来，对我产生一些发展方面的一些负面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就来到这里，希望。
你们俩怀着孕特焦虑是吧？你今天为什么来啊？7个月了，孩子都应该因为我觉得，就说面对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俩现实的情况是什么？每天吵架吗？有的时候会吵，隔2、3天吵一次吧。就为这些小事儿吵吗？差不多吧。最后吵架都怎么结束呢？结束要么我不理他，要么他不理我。其实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得很好的，只是做了这些事他不理解我的一个做法。孩子快生了是吧？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就是觉得，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是希望他不要经常就是用这种脾气啊、这种态度对我。少训斥我。对。少用批评我的态度跟我交流，是吧？对。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？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未来要面对整个更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些事情，并且现在的公司30-40人，管理上面也特别的忙，特别的累。我就是想让他以后就是不要经常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怎么听起来这怀孕的不像是女士，像先生啊？感觉你焦虑啊！他特别焦虑。对啊，你说我怕太太怀孕期间抑郁，我让她去上班，我觉得是你在抑郁哎。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怀孕的家庭当中，不仅仅是女人怀孕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情绪，越来越多的丈夫、准爸爸也像您一样，心理上焦虑了。其实怀孕、生孩子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面对的情况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去对待，它不是一件多么大到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事儿。你要相信，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，他是有本能去承担将来的不同。你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先生，不要太着急、太焦虑。而我想跟太太说的是，我觉得你真的是蛮不容易的，因为本身要对抗自己怀孕的时候种种身体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变化，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焦虑的丈夫，不容易。但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，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宝宝，很在意你们的家庭。如果换个角度来讲，这也是一件好事儿。所以就有一些难为你，也多去理解一下他。也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。举个例子，他偷看你的手机，其实这一般是在怀孕期间孕妇通常做的事儿哈，查查丈夫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但你想他这样对你，他是有多么的在意。所以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妻子的话，换个角度想，也是一件虽然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温暖的感受。如果你能调整成这样，相对来讲你们的孕期更好度过。我都不是说你的孕期，你们宝宝怀在你身上，但是这个情绪波动更大的在他那里。当然多少还是难为你了，但有时候真的生活就是需要我们夫妻俩共同去面对，这就是成长吧。希望能够度过这个难关，加油吧，谢谢。你说他对你不好，我就问一下，在你结婚前他会不会训你？
您的家人是反对你们俩在一起的，是吧？原因是说他是个生意人，怕他骗了你。你对你的家人所说的是，我是个有独立判断的人，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。然后你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。按道理来说，一个男人应该感谢于你的坚持和对自己的肯定。让大家觉得那个，我估计你在家里也不会那么老实，能这么规规矩矩的被这么一个男人絮絮叨叨，不会的。理解你，但是有一点，男人嘛，这个情况特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讲道理了。涂老刚才批评你，我觉得批评特别好。你拉他这么远来坐飞机，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不对吧？来的前一天我们做了孕检过来的。你看，他那意思是我还是对的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矫情你的，但是她怀孕，懂吧？一会儿跟老婆道歉，好话一说，踏踏实实回家，再过2、3个月，孩子出来了，享受幸福，好不好？以后对老公也好点啊。好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通过今天来到这里，然后很多东西的结点开了。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宝宝更好，所以说不想在这最后几个月，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，让我们整个家庭好起来。所以说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初衷。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找到了答案。好，谢谢。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吧，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。请亮灯。你自己选择是走回去还是在这儿坐着？走过去。啊，行，你小心点就行。多运动也好生，去吧。啊。请关门啊！看看最终的结局吧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两位，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来，回家好好的啊，回吧，谢谢你们。